宇宙有终点吗？有边界吗？我们甚至能走到宇宙的外面去吗？人类真正开始全方位深入的观测和研究星空，其实才不久。我们发现了星系、恒星、黑洞以及宇宙的第一缕微波辐射。如今我们甚至每周都能发现新的系外行星。但在这一切之后，究竟还存在着什么？假设我们乘坐一艘宇宙飞船，跨越半径达460亿光年的浩瀚宇宙，我们会看到什么？宇宙之外又究竟有什么？先说说太阳系的边界，你可能会想到冥王星。其实，冥王星只是柯伊伯带里的一个成员。柯伊伯带是海王星轨道外面的一圈冰质天体带，从大约30个天文单位延伸到50个天文单位。冥王星、壬神星、鸟神星这些矮行星都在柯伊伯带里。再往外是离散盘，天体更稀疏，轨道更不规则。旅行者1号穿越的日球层顶是太阳风和星际介质的交界，但它还在奥尔特云的内层范围里。银河系有多大？直径10万光年，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。太阳在哪儿？在猎户臂上，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000光年。说真的，太阳在银河系里的地位，大概相当于你身上某个细胞里的某个线粒体，在你身体里的地位完全不起眼，换个位置没人会发现。银河系中心有什么？人马座 A 星，一个超大质量黑洞。2022年，世界望远镜拍到了它的第1张照片。这家伙的质量是太阳的4297000倍，引力半径大约0.1个天文单位，比水星绕太阳的轨道还小。但就是这么个小东西，掌控着整个银河系1000多亿颗恒星的运动。太阳带着你绕着它转，每2.2亿年转一圈。银河系里不是只有恒星，还有红矮星，体积只有太阳的1/10，但寿命能长达几万亿年，比宇宙现在的年龄还长得多。有蓝巨星，质量是太阳的几10倍，亮得刺眼，但寿命只有几百万年，最后以超新星爆发的方式结束，把铁、金、铀这些重元素喷到宇宙空间里。你手上的金戒指，就是几10亿年前某颗蓝巨星死亡时锻造出来的。还有中子星，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核心，密度大到一茶匙就重10亿吨。自转最快的中子星，每秒能转700多圈，你还没来得及眨眼，它已经转了几百圈了。中子星表面引力是地球的2000亿倍，你在中子星上跳一下，落回来的速度足以把你碾成原子。如果中子星的质量再大一点，它就会坍缩成黑洞。你说这是不是宇宙的俄罗斯轮盘赌？大质量恒星死亡，要么变成中子星，要么变成黑洞，就看它剩下来的核心有多重。银河系还在运动，它和仙女座星系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在靠近，大约40到45亿年后会撞在一起。当然，你说恒星之间距离那么远，撞到一起的概率很小，但2个星系的引力会互相撕扯，把原本漂亮的悬臂搅成一团乱麻。太阳系可能会被甩到新形成的星系外围，也可能被推到核心附近。
有人管合并后的新星系叫银河仙女座，听起来像个楼盘名字。那时候地球上还有没有人类，谁知道呢？仙女座星系目前距离我们约254万光年，是肉眼能看到的最远的天体。你在夜空中看到的那团模糊的光斑，里面有1万亿颗恒星，正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朝你飞过来。下次抬头看到它的时候，你可以跟它打个招呼，毕竟40亿年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说真的，银河系跟仙女座的碰撞，是宇宙给人类安排的一场远在天边的演出。40亿年后，太阳已经膨胀成红巨星，地球大概率已经被吞噬了。但你现在知道了这件事，下次抬头看星空的时候，仙女座就在那里，肉眼可见，正朝着你飞过来。从银河系再往外走，格局就更大了。银河系不是孤零零飘在宇宙里的，它和大约50个邻居组成本星系群，本星系群又属于侍女座超星系团，直径约1亿1000万光年。但2014年，夏威夷大学的布伦特·塔利和法国里昂第一大学的海伦·库尔图瓦重新画了地图，发现侍女座超星系团只是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。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，拉尼亚凯亚，夏威夷语里无尽的天空的意思，直径5.2亿光年，包含约10万个星系，质量是银河系的10万倍。你以为侍女座超星系团已经够大了，它只是拉尼亚凯亚的一条分支，但拉尼亚凯亚也不算什么。宇宙里有一种叫长城的结构，不是石头砌的墙，是由无数星系团组成的纤维状结构，横跨数亿甚至数十亿光年。斯隆长城2003年发现，长约13.7亿光年；南极长城2020年发现，长约13.7亿光年，藏在银河系后面5亿光年的位置。因为被银河系的光挡着，才一直没被发现。更大的来了，五仙座和北冕座之间有一个叫五仙北冕座长城的结构，距离我们约100亿光年，长约100亿光年，厚度约10亿光年。100亿光年什么概念？可观测宇宙的直径是930亿光年，这个结构占了1/10，但这个结构有争议。2020年，萨姆·克里斯蒂安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的论文，重新分析了数据，认为五仙北冕座长城的统计显著性被高估了。更新后的数据显示，从各项同性分布中抽出这种聚集的概率比原来认为的高了10倍。换句话说，这可能只是数据噪声造成的错觉。我倾向于认为，五仙北冕座长城确实存在某种大尺度结构，但它的具体规模和边界还需要更多数据来确认。原因很简单，伽马射线暴的观测样本还不够大，目前的数据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轮廓，不能精确到长城还是团块的程度。比长城更诡异的是宇宙巨洞。巨洞是宇宙中几乎没有星系的区域，直径可以达到数亿光年。你站在一个巨洞中央，往四面八方看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黑暗。不是黑，是空。宇宙中大尺度结构的分布像海绵，
星系聚在纤维状的骨架上，巨洞就是海绵里的孔洞。目前已知的最大巨洞之一是木夫座巨洞，直径约 3.3 亿光年，但这不算什么。2020年发现的一个巨洞，直径可能超过10亿光年。你想想，一个10亿光年范围内几乎没有星系，这得多空旷！你如果在这个巨洞正中央，以光速飞行，飞10亿年都看不见一颗恒星，这不是荒凉能形容的，这是虚无本身。有意思的是，宇宙巨洞并不是完全真空的，里面偶尔会有1、2个孤零零的星系，就像沙漠里偶尔有一棵仙人掌。这些孤独的星系是怎么形成的？一种解释是，巨洞边缘的物质密度更高，引力把巨洞内部的物质吸走了，只留下极少数来不及被吸走的星系。另一种解释是，这些孤立的星系是宇宙早期密度涨落的遗迹，恰好留在了密度极低的区域。这就是宇宙的大尺度结构，一张网。星系群是节点，纤维状结构是连线，巨洞是孔洞。整个可观测宇宙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，或者说一张跨越930亿光年的蛛网。你站在网上任何一个位置往四面看，看到的格局都差不多。这张网没有中心，或者说每个位置都是中心。现在来聊一个让你脑子打结的问题：可观测宇宙的直径为什么是930亿光年？宇宙的年龄只有138亿年，光最多也就飞了138亿年，那半径应该是138亿光年才对，直径就是276亿光年。为什么实际数字是这个的3倍多？因为空间本身在膨胀。138亿年前发出的那束光，飞了138亿年到达地球，但在这138亿年里，发光的那个点和地球之间的空间一直在膨胀，光在飞，空间也在长。等光到达地球的时候，那个发光点已经被空间膨胀推到了465亿光年之外，所以可观测宇宙的半径是465亿光年，直径是930亿光年。这不是光速错了，也不是相对论错了，光速限制的是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，但空间本身的膨胀不受光速限制，空间的膨胀速度可以超过光速，这不违反相对论。你想想，如果空间不能超光速膨胀，那465亿光年的半径就无法解释了。但这里有个让你更晕的推论：那些距离我们极远的星系正在以超光速的速度退行，不是它们在空间中飞得比光快，而是它们和地球之间的空间在膨胀，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光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些星系发出的光永远也到不了地球了，它们已经退出了我们的因果世界。你现在能看到的星光是过去发出的，而那些正在发出的光可能永远不会到达你。宇宙在加速膨胀，越来越多的星系正在跨越那个不可逆的因果世界，永远地从你的视野中消失。每过1年，可观测宇宙之外就多出一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、永远无法通讯的区域。这不是技术限制，这是物理定律的判决。那我们能看到的最远的东西是什么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，
简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宇宙诞生后大约38万年，温度太高，物质全是等离子体，光子被电子散射来散射去，走不了直线。整个宇宙就像一锅浓汤，光在里面搅来搅去出不来。等温度降到大约3000度，电子和质子结合成中性氢原子，光子突然自由了，可以直线传播了。这叫复合时期或退偶时期。那些获得自由的光子从那时候开始飞了138亿年，到今天到达我们的望远镜。但因为空间膨胀，这些光子的波长被拉长了，从可见光变成了微波，温度也从3000度降到了2.725开尔文，只比绝对0度高不到3度。这就是宇宙的第一张照片，一张婴儿照。你用老式电视调到没有信号的频道，看到屏幕上雪花点，那雪花里大约有1%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你看，宇宙的婴儿照就在你家的电视机里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东西，在它之前的光子被散射得乱七八糟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它是一堵视觉之墙，不是宇宙的边缘，而是我们能看到的极限。在这堵墙后面是什么？还是宇宙？只是那些光还没来得及到达我们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，各项异性，也就是说，它在不同方向的温度不是完全一样的，有大约10万分之一的温度起伏。这些微小的温度差异是宇宙早期量子涨落留下的印记，也是后来所有宇宙结构的种子。温度稍高一点的地方，物质密度稍大一点，引力把周围的物质吸过来，越聚越多，最后形成了星系。温度稍低一点的地方，物质密度稍小一点，最后变成了宇宙巨动。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，追根溯源都能找到它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图上对应的那个小点。那一点点的温度差异，经过138亿年的演化，变成了你。这不是诗，这是物理。探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卫星序列也很值得一提。1989年发射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，第一次精确测量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辐射谱，证实它确实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。2位首席科学家斯穆特和马瑟因此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2001年发射的威尔金森卫星，把分辨率提高了一个量级，确认了宇宙是平坦的。2009年发射的普朗克卫星，2018年发布了最终数据，把宇宙学参数的精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每一代卫星都让我们对宇宙的了解精确了一个台阶。既然可观测宇宙不是宇宙的全部，那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缘，有没有形状？广义相对论说，时空可以被物质和能量弯曲，宇宙的总密度决定它的几何形状。如果密度恰好等于临界密度，宇宙是平坦的，欧几里得几何适用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。如果密度高于临界密度，宇宙是封闭的，正曲率像一个球面，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度。如果密度低于临界密度，宇宙是开放的，负曲率像马鞍面，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度。
普朗克卫星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宇宙在大尺度上极度平坦，曲率非常接近于零，这支持平坦宇宙的结论。但2019年，曼彻斯特大学的埃莱奥诺拉·瓦伦蒂尼团队在《自然天文学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分析普朗克卫星的数据后，认为宇宙可能是封闭的正曲率。这篇论文引发了很大争议。主流观点认为，瓦伦蒂尼团队发现的可能只是数据中的系统误差，而不是真实的曲率信号。我站平坦宇宙派，理由是普朗克卫星、威尔金森卫星、重子声学震荡观测、超新星观测，多个独立的数据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宇宙极度平坦。如果宇宙真的是封闭的，需要所有这些独立观测都犯了一致方向的误差，这个概率很低。但我承认，瓦伦蒂尼团队的论文不是胡说，他们用的是同一批数据，只是处理方式不同。宇宙学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主流共识有时候就是错的。那如果宇宙是平坦的，它是不是无限大？不一定。宇宙可以有限而无界。什么意思？想象一个环面，就是甜甜圈。一只蚂蚁在甜甜圈表面爬，沿着一个方向一直爬，它不会碰到边缘，但最终会回到起点。没有边界，但面积有限。我们的宇宙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三维的甜甜圈，你朝一个方向飞，飞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回到出发点，永远不会碰到一堵墙。再换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，你站在地球表面往南走，走到南极，然后继续走，你开始往北走了。你有没有碰到边缘？没有。地球表面是有限的，但没有边界。你在地球表面随便走，永远不会掉下去。宇宙可能也是这样，只不过它弯曲的不是二维球面，而是三维空间。你的大脑想象不出来这种弯曲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没有被设计成能想象三维弯曲空间的生物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拓扑可能性。目前没有观测证据支持宇宙是环面拓扑，但从数学上说，有限而无界是成立的。你的大脑可能无法想象一个有限但没有边界的三维空间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你的大脑是在地球上演化出来的，只见过有边有界的东西。但不管宇宙是平坦无限还是有限无界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它在膨胀，而且膨胀越来越快。1998年，两个独立的天文研究团队通过观测一种叫 1A 型超新星的恒星爆炸，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不是在减慢，而是在加快。这个发现震惊了所有人，因为按照引力的逻辑，宇宙中所有物质互相吸引，膨胀应该越来越慢才对。什么东西在对抗引力，把宇宙往外推？暗能量，一种均匀充满整个空间的能量，产生负压，推动空间膨胀。它占了宇宙总质能的68%。你对暗能量一无所知，它对你也一无所知，但它占了宇宙的2/3。你要知道，宇宙的组成是这样的：可见物质就是你、我、恒星、星系、桌子、椅子，只占5%；暗物质占27%。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引力效应明明白白在那里。
暗能量占68%，不仅看不见摸不着，连它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宇宙95%的组成部分一无所知。你以为人类已经了解了宇宙？我们连宇宙是什么做的都没搞清楚。暗能量的发现让3个人，索尔·珀尔马特、布莱恩·施密特和亚当·里斯，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但直到今天，没有人知道暗能量到底是什么。最简单的解释是宇宙学常数。爱因斯坦当年在广义相对论方程里加的那个项，爱因斯坦后来把它叫做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，因为他当时用它来让宇宙保持静止，结果宇宙不仅不静止，还在加速膨胀。他的宇宙学常数歪打正着的成了暗能量的最佳候选。但宇宙学常数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，它的数值太小了。量子场论预测的真空能量密度比观测到的暗能量密度大了120个数量级。120个数量级是什么概念？就是理论预测值和实际观测值差了10的120次方倍，这是物理学史上最大的差异，没有之一。物理学家管这叫宇宙学常数问题，或者更戏剧化的叫真空灾难。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暗能量在那里，但我们算出来的值和它差了一辈子都数不完的零。但如果宇宙加速膨胀，永远停不下来，那越来越多的星系会跨越因果世界，永远和我们断联。终有一天，银河系周围将看不到任何其他星系。那时候，如果还有人类，他们会以为宇宙只有银河系这一个星系。这不是科幻，这是宇宙加速膨胀的必然结局。当然，也有人对暗能量提出了质疑。2025年，韩国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，认为超新星的亮度变化可能部分是因为超新星本身的演化，而不全是宇宙加速膨胀造成的。如果这个说法成立，暗能量的存在感就要打折扣了。但主流共识仍然是宇宙在加速膨胀，暗能量是罪魁祸首。我认为韩国团队的质疑有价值，但还不足以推翻暗能量的存在。他们指出的只是测量中的一个潜在误差源，而不是否定整个模型。现在我们来聊最后一个问题：可观测宇宙之外有什么？宇宙学原理说，在大尺度上，宇宙是均匀且各项同性的。这意味着，不管你站在宇宙的哪个角落，看到的景象都差不多。如果这个原理成立，那世界之外大概率也是星系、星系团、长城和巨洞，跟我们这边一样，只是那些光还没到我们这里，我们看不到而已。但宇宙学原理只是一个假设，不是定律。有没有可能世界之外的物理规律跟我们不一样？比如引力常数不同，光速不同，甚至基本粒子的种类不同。暴胀理论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图景。暴胀理论认为，宇宙在诞生后的一瞬间，经历了一次极短暂的指数级膨胀，把原本微观尺度的量子涨落拉伸到了宏观尺度，成为后来星系形成的种子。但暴胀理论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推论：永恒暴胀。安德烈·林德等人提出，暴胀一旦开始，就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停止。有些地方暴胀停了，
形成了一个泡泡宇宙。有些地方暴胀还在继续产生新的泡泡宇宙，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。泡泡宇宙在不断诞生，每一个泡泡宇宙里面，物理常数可能不同，甚至维度都可能不同，这就是多元宇宙。你要是把多元宇宙想象成一锅沸腾的水，泡泡就是不断冒出来的气泡，每个气泡内部是一个独立的宇宙，气泡和气泡之间的空间还在暴胀，永远不会停。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一个气泡。这个理论有一个很让人不舒服的推论：如果泡泡宇宙有无限多个，而且每个泡泡里的物理常数可以不同，那任何可能的宇宙都会存在。存在一个引力跟我们的宇宙不同的宇宙，存在一个光速不同的宇宙，存在一个没有暗物质的宇宙，甚至存在一个物理定律完全不同的宇宙。无限多个泡泡意味着无限多种可能性，意味着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一定会发生。这听起来很疯狂，但它在数学上是自洽的。问题是，我们无法验证它。泡泡宇宙之间的距离远超因果世界，信息无法传递。按照科学哲学的标准，一个无法被观测验证的理论算不算科学？这个争论至今没有结论。还有更疯狂的弦理论，或者说 M 理论，认为宇宙有11维10维空间加1维时间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3维空间可能只是11维空间中的一个膜，其他维度卷曲在极小的尺度里我们感知不到，但那些额外维度可能孕育着其他魔宇宙。每个魔宇宙的物理规律可能完全不同。弦理论的景观问题指出，理论允许大约10的500次方种不同的紧致化方式，每一种对应一组不同的物理常数。10的500次方这个数字比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总数还多。你可以这样理解弦理论的额外维度：你远远看一根电线，它是一根1维的线，但你走近了看，发现电线是有粗细的。蚂蚁可以绕着电线表面爬一圈，对远处的你来说，电线是1维的；对蚂蚁来说，电线表面是2维的。弦理论说，我们的宇宙也是这样。你以为空间是3维的，只是因为那些额外维度卷曲。在太小的尺度里，你的感知分辨率不够，看不到。魔宇宙学更进一步，说我们的4维时空可能是一张飘在更高维度空间里的膜，引力可以渗透到额外维度里去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引力比其他3种基本力弱那么多，它被额外维度稀释了。电磁力、强合力、弱合力都被锁在膜上，只有引力能漏出去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在其他膜上可能也有物质，也有恒星，甚至也有生命，只不过它们跟我们之间隔着一整个额外维度的距离，我们永远碰不到彼此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么多可能性不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吗？你说的对，这确实是弦理论最大的问题之一。理论太灵活了，能容纳的可能性太多，反而失去了预测能力。但它的数学框架是目前最有望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候选者，所以物理学家舍不得放弃。我对多元宇宙持保留态度，
永恒暴胀和弦理论景观在数学上很漂亮，但它们都面临一个根本问题：不可证伪。如果一个理论预测了一切可能，那它就什么也没预测。当然，不可证伪不意味着错误，只是意味着我们目前无法用科学方法判断它的真假。也许未来会有新的观测手段或理论突破，让多元宇宙从哲学变成物理学，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我把它当作一个合理的推论，而不是已证实的结论。这里有一条线，科学和哲学的分界线。线这边是我们能观测、能测量、能验证的东西，原子、恒星、星系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线那边是我们能推理但无法验证的东西，多元宇宙、额外维度、物理常数的变异。这条线不是固定的，它在移动。几百年前，原子也在线那边，是哲学推测。今天，我们能看到单个原子了。也许几百年后，多元宇宙也会移到线这边，但有些东西可能永远在线那边。宇宙的因果世界是一道物理定律划定的边界，不是技术不够好，而是信息本身就传不过来。那些正在超光速退行的星系，那些泡泡宇宙之间的间隙，那些额外维度卷曲的空间，它们可能永远是永久不可知的领域。这不令人沮丧，反而令人敬畏。一个能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知道一切的物种，本身就是奇迹。说真的，走到这一步，你应该有两种晕眩感。第一种，物理尺度上的，你身体里99.9999%是空的，你脚下的地球是太阳系里1厘米的微尘，太阳系是银河系里不起眼的角落，银河系是拉尼亚凯亚里10万分之一，拉尼亚凯亚是可观测宇宙里沧海一粟，可观测宇宙可能是无限宇宙的冰山一角。你在宇宙中的位置，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就像是太平洋里一个水分子上的一个细菌。第二种，认知维度上的，你是星辰做的，你身体里的碳、氧、铁都是几十亿年前某颗恒星在超新星爆发时锻造出来的。你的大脑，这个由37万亿个细胞、86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器官，正在思考宇宙的边界。宇宙通过你的眼睛在看自己，通过你的大脑在思考自己。你不是宇宙的旁观者，你是宇宙的一部分。你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宇宙在自我凝视。若人则原理说，我们之所以看到宇宙是这个样子，是因为如果它不是这个样子，就不会由我们来观察它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废话，但它其实是一个深刻的逻辑约束。宇宙的物理常数必须落在某个范围内，否则就不会产生复杂结构，不会产生生命，不会产生意识。引力常数稍微大一点，宇宙早就坍缩了；稍微小一点，物质永远聚不到一起。电磁力常数稍微不同，化学键就无法形成，生命就不可能。这是巧合吗？强人则原理认为不是巧合，而是宇宙被设计成这样。但我反对强人则原理，因为它隐含了一个目的论的假设，宇宙有某种意图。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，在足够多的可能性中，不管是多元宇宙中的10的500次方种紧致化方式，
还是永恒暴胀产生的无限泡泡宇宙，总有一些宇宙的物理常数恰好落在生命的窗口内。我们恰好在一个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里，不是因为有人设计了它，而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宇宙里，才有人问出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自洽的逻辑闭环，不需要外部设计者。宇宙没有边缘，或者说，宇宙的边缘就是你认知的边界。每当你多理解了一点，边缘就向外推了一点。晚安。